来你就公布一下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我们是那个，其实我跟瑶瑶主仆的关系，主仆的关系，老板与下属的关系。对，我们是合作《无神之地不不下雨》，下雨，然后你在里面饰演的是，梳理女神，还记得阿美族语怎么说吗？忘记了，我也忘了，反正你的名字是所有里面最难的，德罗摩干什么的。没有吧？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，我真的我拍完就忘了。有干的吗？应该算他永远 always 就是长这样，有稍微比较干的。还是就稍微就好，反正看个感觉。你觉得差不多了吗？没有，现在还可以挤出水分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干一点。好。所以待会这个是要铺在上面。嗯。好。要铺上去，然后把牛肉卷起来，然后冷冻。放冰箱塑形。好。我觉得可以了，它已经要焦掉了。好。好诶，给它冷静一点啦。好。先旁边休息。好。那请问接下来的步骤是？没有啊，就等它冷啊。你可以你要不要喝个酒。试一下？你说蹦一下吗？我先帮你尝一点，看好不好喝。好不好？梅子配葡萄应该不错。其实会抢红。是吗？因为红酒它其实是一个很高贵的存在，它其实不太能跟其他的酒去做结合，但它很容易跟食物做结合，尤其是富含油脂类的，比较特立独行对一点。但它的味道很难去跟其他液体混合，很难。看起来你的表情是不太好。我觉得你的酒非常抢风头，完全把红酒盖掉了。它是最高贵的独立存在，最高贵的独立存在，所以没办法混。我觉得你喝不到它们混合的味道，你就只喝到美酒的味道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的这么浓郁哦。对，就是美酒的味道。只有美酒哎，我很厉害哦，还是找我酿酒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耶。但我觉得你这个美酒应该蛮多女孩子会喜欢，因为好入口，酸酸甜甜的。我前几天去上一个节目，教歌节目，然后要那个唱跳吗？不是要唱歌，是要喝酒。然后那个助理主持就觉得我讲话就是怎么会那么有点，就是很好笑，还是觉得讲话有点失态。他就一直在旁边小声跟我，那是直播节目，他说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你是不是喝醉？他很担心我，结果从头到尾我连一杯都没喝完，我怎么会喝醉？你本身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，就是我觉得轻松一点的话，其实他们可能会觉得那个是我给大家荧幕形象是很冷静、很聪明。但你本来就是这样。对，我本来就是这样。你怎么可以一直处在这么高能量的状态啊？高能量？对啊，我有低能量的时候啊。什么时候？拍戏的时候。没有啊。不是拍戏，我进入角色的时候，我是低能，就是需要因应角色需求，然后去改变我的能量的转换。对。但私底下你就怎么样的方式舒服，就怎么样的形象，对啊。但你这样不会累哦？累了就休息就好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没有在休息啊？是吗？越喝精神越好。有很多人喝酒会睡着，我都不懂那个原理在哪里。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像你经纪人也是喝酒不会睡着的人。喝酒我一定上一次巧巧来，巧巧不喝酒，跟你一样也不喝酒，然后我一个人喝不完1瓶，他就拿去喝了。真的假的？然后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认识吗？也是在夜店喝酒认识的。我经纪人好开心哦！你经纪人已经算是第2季开播以来最常来的嘉宾了。急速冷冻多久？应该一下就好了吧，只是塑形而已。还是我们来顺便做第2道啊，反正咸的也是咸的，也是在等啊，不然就做做看嘛。你确定？好啦，可以了。你先看一下。首先将吉利粉、吉利丁放入冷水淋用小碗备用。来，吉利粉。你真的要做了？对啊。我觉得不要吧，不要。
你不要激动，我觉得这做下去，我们时长会超过，我赶着下班呢。不会啦，我家里还要回去喂猫哎。好啦。还要煮哎，我觉得这个牛奶不用煮滚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放入小碗备用，记得要搅均匀。我觉得够了。可以啦，你相信我。我觉得够了，我觉得我们时间会超过。不会啦，不会超过啦，因为你等一下烤那个，你还是也要等它烤啊。好吧。对吧？要搅拌均匀。你需要什么工具？需要什么食材？告诉我。不用啊，你就坐在那边吃东西、喝酒就好。好。你把那个酒喝完就好。OK。这是你的任务。这也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好像喝那个酒已经喝得有点饱了耶。我觉得还好，这只是微醺的状态。我有点胃突了。你还好？还好吗？真的。我觉得我今天不应该穿短的，我应该穿长一点的衣服。对，你没看到我都穿很宽松。对耶，我在干嘛？你们通常录节目都录多久啊？看那天的状况，如果就喝得太醉的话，可能有喝太醉吗？你没有看喝到太醉，还是都被剪掉？都被剪掉。就是你又看到有时候我已经开始口齿不清，然后就胡言乱语，那就会提早结束。因为很熟悉，所以就特别放松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就来这个节目当做练酒一样也好，真的。我好像第一次公开喝酒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像是，我没有喝过。没有在荧光幕前喝过酒。那你看，为了庆祝你公开喝酒。你都干杯耶！我喝酒不啰嗦的。好自由的厨房哦，我觉得好棒哦。很棒吧？对啊。不然做菜其实压力蛮大的。做菜其实很适合喝酒的。没有很多人会做菜的，他们就会嫌弃你，就是怎样，你就会觉得压力很大。他就说他怎么会这样切？就是会有这种人啦。哦，我们厨房不会这样子。好棒，真的很好哎。很好。就直接这样倒吗？烫。不会啦，这个很厚，你摸，很烫吧？可是它会不会热胀冷缩，然后它就破掉？不会，这个很厚。OK。好，冷藏对吧？很棒，冷藏。来，重头戏，我们今天做完这道菜就可以收工了。啊，所以不用等那个吗？那个冷藏就剩下，就观众自行想象。黑糖蜜鲜奶酪。黑糖蜜鲜奶酪，它还是可以煮黑糖啊。我们可以等一下在等烤的时候煮黑糖。20分钟，我们只有20分钟可以煮黑糖，这样就好了吗？不是还要刷？那是刷在外面的。蛋黄，我来帮你打1颗蛋。好随意的做菜啊，好棒哦！但蛋黄是最后才刷哎。好了，我先把蛋黄备起来，你待会随时想刷就可以刷。好。它还要卷着牛排10分钟哦。对啊，你看吧，所以是不是可以做第2个？这样10分钟？就卷着啊，然后再放冰箱，再定型，再10分钟啊。然后把它卷紧，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冰箱。我先卷紧啦，你不要急。加水，黑糖开中小火。加水，我来帮你加水。它的水是25克的水。没问题。25克，优秀。黑糖几克啊？随便啦。50克，够了，太多了。50克哎。50克很少的。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对那个克数很敏感，因为我每天在喂猫，然后猫就是小猫，它们只能吃多少克，所以我大概知道那个重量。所以你是新养的小猫？对，幼猫。啊，是什么颜色？虎斑。这么可爱。对。要煮至黑糖融化，黑糖早就还没融化。
你刚刚想黑糖早就融化。加入蜂蜜混合拌匀，再加到小碗内，又要冷藏。天哪！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吃热蜜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没有，你这个牛要不要带回家？哎，我已经开始在善后了。哎，这些食材可以带回家。哎，我好高哦。你这苹果，我第一次采苹果香，原来上面的视角，原来上面的空气这么新鲜啊！好羡慕哦！你这应该有200公分吧？早就超过了。这个站上去，这个至少有25公分吧？25应该就超过200。好羡慕哦！到底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可以长那么高啊？基因。所以我就没救了，这样子。而且，毕竟你也30岁了，你要再长高，其实不太可能。那你有遇过矮的 model 吗？真的没有？为什么矮的没有办法当 model？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矮的不能当模特儿，尤其是走在伸展台的那个模特儿，他们因为设计师他们在制作衣服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样板身高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假的模特儿不是有一个人形吗？他们在做衣服打版的时候，他们是以那个去做，所以这个的版型固定版型就是大概是女生是175的身高的身形，然后瘦纤细的。除非像近几年有很多设计师，他们会特别针对就身材各种形状的人去设计衣服，然后现在欧洲的秀场也有很多就是不同年龄层的童装，也童，我可以去童装走秀，不行，你又太大只了。童装他们也有那个既定的那个版型，对。我觉得你们很排挤人。不是排挤，是那个设计师他们在设计衣服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把那个不是现在时代这么进步，他可以做各种不同身形的模特啊。是可以。哎，你很了嘛，所以你现在都当你的牌子的那个模特了，对吧？现在话题硬要踩这里了。对。所以你今天也穿，哎，我很好奇你的牌子的衣服叫怎么念？这叫买啊没有，买蜜买。喵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来，大家来。我告诉你，很多观众不知道怎么发你的，请问这个是法文还是德文？法文加英文。法文加英文，我来。马妹，妹。喵！哎，我觉得叫喵蛮好的耶。喵！咪妈妈咪么。哎呦，好笑。什么啦3个音节，迈阿密。迈阿密哦。对，迈阿密。迈阿密。对，你要讲对啊，迈阿密也可以啊。迈阿密。对，迈阿密，对，哦，可以啦。我觉得要连迈阿密，我觉得要连起来发音。米娅是不是有这个词啊？米娅，我觉得要连起来发音。迈阿密，你要让要连起来发音啦。好笑哦！麦，对，好，从今天起我的品牌就改名麦。所以你的衣服就是有针对小个子的人在设计吗？也没有哎，没有吗？要不然，但你送我那几件，我整个穿起来非常贴身，很贴身。我觉得我感觉很大的尺寸的，每件衣服都这样绷这么紧。我想说你身材很好，可以那个。你那个是 XL 吧，我跟你XL吧。绿色那件比较合身，绿箭那一件比较合身，对，版型比较合身。对，但因为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我是标准的身材，所以各种衣服的尺寸我都可以驾驭得很好。所以我应该要去就是比较高的地方找老公，然后他的身高会高之外，我还要在比较冷的地方生小孩，他就会比较高。你是优生学的概念吗？对，你要
我觉得小孩健康就好，因为你去配一个高的人，然后你们的基因混合以后，生出来还是有几率跟概率的问题。但应该会以比较显性的基因来讲，不一定。就是你再怎么显性，比如说假设高的基因是我这没有医学根据，假设高的基因是显性，但你总是会有，就是你的染色体混合之后生出来的小孩，还是会有几率概率的问题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跟那个抽奖还是有几率的问题，但机会应该比较高吧？对，但也是会有低的，对。那我觉得保持着乐观的心态，对，乐观心态就是小孩不管是高矮胖瘦健康就好。对。但我还是想找。天哪，我们这个太多那个医界的人看我们讲。今天这一集好多这种医学知识哦。对，还有科学啊，连那个生物那个星球生物学，对，生物学都来了，染色体这种在我们节目都讲得出来的名词，你刚讲基因，对吧？染色体我也愣了一下。对，染色体。这很烫哦，这很烫哦。好，烤了吗？对。好，先烤。应该200度烤个30分钟吧？不是，200度20分钟。20分钟，这么快就熟了吗？那我们还可以干嘛？没有，你想回家就回家了，就结束了。对啊，这么随性，我自己善后就可以了。真的假的？不要啦，你这样好孤单哦。不会啊。爆米花真的很好吃哎。你需要坐吗？不用坐哦。我们有帮你准备椅子。我坐下你可能看不到我哎。还好，我们就是在我们节目上面坐下来的女明星很多，你也可以坐在苹果箱上面啊。来，你下来。没有，这样子吗？对，这样有了吧？看得到了。这样不错。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做个结尾啦。来，我们今天不专业厨房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真的就这样哦。然后就回家了。你想走就走。不行，我想吃牛排。让我们为你倒数5秒钟。噔噔噔。他会。只有1声，我以为他会一直响哎。噔噔噔，然后他就。哇！可以吗？看起来有模有样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看起来你看。还是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就好，把印象留在最美好的样子。搞不好切开更美啊！搞不好吃下去更好吃耶。对啊，所以你就剪到碗，反正不美你就把它剪在这一段。好香哦！我的奶冻还处于牛奶的状态。没关系，今天这是主角，奶冻只是配角，可有可无。对。好像有点太熟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个熟度应该还行吧？但你可以切美一点。我可以试一下吗？不是，这个是郭书瑶切的，大家来，先不要，还没，我要拍照的。好，那一块可以试吃，反正那一块不好看。你看郭书瑶切的在这，我来切一个，告诉你。肉有熟。美，这是郭书瑶的丑，你看。你那摆的落差那么大，哇，毁了。好，这一块剪掉。来，最后你再。是可以这样。好。为大家推出的这一道就是世界名菜威灵顿牛排，成功，拜拜。接下来来到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，其实也没有大家，就我们2个很期待的试吃环节。吃。这个是好。我切的吗？我切的，我吃这个。你吃漂亮的，我吃丑的。会不会太咸？对，火腿太咸。有点咸，但要配酒喝。我告诉你，红酒为什么配这个？你待会啊。下酒菜吗？
对你把它这样一口红酒，一口牛排，一口牛排，一口红酒，你把这个牛排啊，薄薄嘞咬一咬，快要吞下去的那一刹那，你配了。一起进去，你可以先吞混合过的红酒，或者是先吞肉汁，然后这个红酒跟你刚刚喝到的红酒的味道也不一样，然后肉其实也跟你单吃肉的感觉不一样，感觉红酒变浓嘞。对，就是变得味道更丰富。对啊，然后你的牛排也觉得更甜，或者是它就不是只有觉得那么咸的感觉。我觉得，我觉得哦，慧玲对牛排一定要那个酥皮要够酥。对，我觉得啦。就说要放嘛。现在这个，因为我专业一点来讲，就是它很讲求口感。嗯，确实。然后就是软酥，然后咸甜，然后它的味道其实少蛮多，就比如说酥皮，没有酥。对，然后我觉得那个火腿也有点太咸。我们刚刚那是什么火腿？怪火腿，不是，都是火腿的错。我就想看一下，下次不要买这个火腿啊，我就可以买淡一点口味的。好像不要放熟成太久的火腿比较好，对，对不对？就那种3个月。但你不觉得那个蘑菇酱好吃吗？因为蘑菇你打着你炒，然后配红酒，会这样。来为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饮品，虽然这个要黑糖蜜奶酪呢，但它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，这样现在是黑糖牛奶酪，黑甜牛奶。就是牛奶很好。试吃环节结束了，很高兴，就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